朋友们，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我们会不会吃不上饭啊？先说结论啊，这事儿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超级厄尔尼诺如期而至，全球的粮食缺口正在成为资本下半场的猎物。最近高盛、汇丰和摩根大通都在发粮食安全相关的研报，结论就是2027年上半年，全球很有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集中爆发的粮食压力。他们是在吹哨呢，还是在吹响收割的号角呢？关系到我们的日常支出和钱包，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呢？请看视频。世界顶级投行摩根大通最近发了一份报告，直接警告说，下一轮全球粮食的危机可能正在酝酿，或许明年爆发。他们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会从26年上半年的2.8%升到27年上半年的5%，2.8%到5%听着好像也没多可怕，对吧？但你换个角度想想，这相当于你手里的钱原来一年缩水2.8%，以后一年缩水5%，缩水的速度快了将近1倍。而且食品这一涨还会把整个通胀往上再拉0.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不只是什么米面油，你家的油、交的水电费、买的日用品都要跟着往上挪。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报告归纳了5个原因：战争、天气、仓储、水、浪费。但真正在眼前起作用的是2个，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可能创纪录的超强厄尔尼诺。我们先说说海峡的事儿这条水道你可能都听腻了，大家都知道它运石油，但很少有人知道，全球大约1/3的海运化肥也要从这走。海峡一受阻会发生什么呢？今年4月，相关经济体的尿素出口骤降83%，价格一度直接翻倍世界银行预计，全年化肥价格会上涨超过30%，而且这里还有一层更绕的关系天然气是生产氮肥最关键的原料，海峡堵了，天然气出不来，氮肥的成本也跟着起飞。那化肥贵了会怎么样呢？很简单，农民种不起了。化肥太贵，农民要么少施肥，要么干脆改种那些不那么费肥的作物，结果产量下来了。我们再说回来，厄尔尼诺这个名词是不是挺熟的？但不知道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呢，在正常年份里太平洋上刮的是东风，这股风把赤道附近的暖海水从南美洲一路推到西边的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这一带，所以正常情况下，太平洋的西边，也就是印尼菲律宾这一片海水是热的，海水一热，水汽蒸发就旺，雨就多。这也是为什么东南亚潮湿多雨水稻能一年种3季。反过来呢，太平洋东边的南美洲沿岸海水是凉的，所以那边偏干。好，现在厄尔尼诺来了，他干的事就一件这股东风突然变弱了，甚至反过来吹了。风一弱，原本被推到西边的那堆暖水就往回倒回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结果就是原本该下雨的地方不下了，那原本不该下雨的地方开始暴雨，再往下推，就原本种水稻的东南亚水稻活不下去了。那南美洲那边呢，该收割的庄稼反而被泡在水里，两头都减产。那厄尔尼诺出现过很多次为啥这次就导致了粮食危机呢？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10到12月这个厄尔尼诺呢是历史现有的超级加倍，而且呢，厄尔尼诺的链条长容易让人懈怠。你比如说高盛的判断是如果现在厄尔尼诺导致气温升高1.65度那要到28年你才能感受到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15.8%，它就像一场慢性病现在种下的因要到2年后才发作。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这次超级厄尔尼诺还撞上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两件事撞一块了，没化肥，天气差，哪个单拎出来都够农业喝一壶的。结果现在一起来了，你说让不让人担心吧？而且产量是实打实下降了。26年粮农组织预计产量较上年纪录回落1.9%。国际谷物理事会预计26年到27年度全球谷物产量同比下降2.7%。再看具体的产区，美国农业部8月报告预计美国小麦产量同比降21%，是196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了，我去买菜也没涨价我跟你说，还是因为时间差，从大宗商品涨价传导到你买的最终食品，通常需要3到6个月。所以说机构判断终端食品的价格会在26年底开始明显上行，27年涨幅进一步扩大。比实打实的食品涨价来得更快的是资本市场的反应。简单说2个第一个，粮价是 CPI 指数里权重很重的一项，它一涨，通胀数字就抬头。通胀一抬头，美联储对降息这个事儿就更谨慎了，甚至可能加息。而利率一高，科技股这类靠低利率预期撑估值的资产就要承压。第二个呢是市场情绪，国内资本市场已经先动了，农业板块这2天涨得很凶但你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这轮上涨是预期先行，不是基本面兑现。报告里自己都说了真正的供需紧张要到27年上半年才会显现，中间隔着大半年的时间差。万一后面厄尔尼诺的实际强度没有这么凶，或者中东局势彻底缓和了，这类板块完全可能回调。讲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那是不是现在得囤粮食现在来看还没有必要。这个粮食危机呢，目前还停留在预警阶段。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能不能一直保持通胀。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老美打伊朗可能会影响我们手里的饭呢。但是呢，真要说吃不上饭，真的是不至于。这次真正不同的地方，并不是又来了一个厄尔尼诺，而是过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孤立的风险，现在越来越多风险开始相互连接。气候异常负责减少供给，战争负责破坏运输，能源上涨负责推高成本，化肥短缺负责影响下一季产量，出口管制负责进一步压缩国际市场，金融市场再把这种预期放大，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闭环。
天气冲击导致供给减少，然后推动价格上涨，接着国家抢粮，会影响到国际贸易收缩，最后价格进一步上涨。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是什么呢？现在还远远没有到全球粮荒的程度，但已经到了值得各国政府高度防范的阶段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值得警惕的不是超市突然没有米了，而是未来1年的食品、能源和生活成本出现新一轮的慢性涨价。另外有一些细节非常值得继续追踪。如果未来几个月国际粮食库存没有明显下降，但农产品期货和农业股票却提前大涨，那么很可能说明市场正在交易危机预期，而不是已经出现的真正的粮食短缺，这两者意义完全不一样。如果把它进一步往深处分析，我认为2027年粮食危机是否真的可能发生，以及中国普通家庭应该提前防范什么，才是下一步最值得拆解的2个问题。最后，针对上面的预判，有6个建议，希望能帮到大家防患于未然。第一，家里留30天左右的基础食品。第二，常用品保持1到2个月的安全库存。第三，准备3到6个月的应急现金。第四，不要借钱炒农产品、黄金、农业股。第五，减少不必要的高负债和高固定开支。第六，未来半年真正盯住3个指标：粮食价格、化肥价格、能源价格。因为真正决定普通人生活有没有压力的，并不是新闻标题里面的超级厄尔尼诺，而是它最终有没有传导到米面油、肉蛋奶、电费、油费、物流、工资和就业。值得警惕的是，全球粮食产量正在从高位转向回落，而厄尔尼诺、能源和化肥风险又同时出现。所以我的核心建议只有一句：不要恐慌性的囤货，要有计划的提高家庭抗波动能力。这才是普通家庭面对2026到2027年可能出现的粮食、能源和通胀风险最实打实的防御。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